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隔山有眼的第二个故事，时间设定在卡特一家遇袭后的第2年。当时他们横穿沙漠，惨遭畸形食人魔的屠杀，最后活下来的人报了警。军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了搜索行动。今天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早已荒废的核试验基地中，一支技术小队正奉命在这里安装红外线监控设备。由于军方对畸形人严格保密，大家并不知道设备要探测的是什么。眼看就要完工时，意外发生，红外线在基地附近探测到某种生命体的存在，还没搞清楚情况，检测系统突然瘫痪。负责安装工作的酱油哥到外面查看，发现有老鼠钻进接线箱，造成了短路。得知这一情况，同事胡子哥立刻联系上级，让他们把备用设备带过来。眼镜哥在山头负责校准传感器。奇怪的是，需要帮助时，同事们却集体失联。他并不知道大家早已领了盒饭。当然，眼镜哥也不例外，转头就遇到一个憨憨的畸形人。不过他完全没搞清楚状况，不仅主动和对方打招呼，还关心畸形人是不是迷路了。不过这个畸形人好像不坏，他提醒眼镜哥快逃。等到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，身后的另一个畸形人一刀送走了眼镜哥。沙漠另一边，一群新兵正在军事演练，战况很激烈，战果很惨烈，光是平民就挂了17个，队长很无语。还记得之前大胡子联系的人吗？正是他们。就这水平，遇到畸形人还不得团灭吗？等黑哥训完话，一行人带着补给装备朝着核试验基地行进。很久以前，军方圈了1300平方英里，用来试验核武器。大胡子他们所在的是16区，途中新兵们有说有笑，完全没意识到这趟旅程的凶险。来到目的地，偌大的基地空无一人，搜查半天，只找到一个残破不堪的对讲机。直觉告诉队长，这里肯定发生了什么。突然，车上的对讲机响了，里面传来求救的声音。没等队长问清楚，便失去信号。这时，山头闪现一道刺眼的光，队长当场宣布执行搜救任务。新兵拿破仑不愿配合，他是来送物资的，突然变更为营救行动，应该先向上级汇报才对。救人要紧，队长不想和他扯皮。作为惩罚，他让拿破仑在基地的厕所旁罚站。女兵约翰逊也被留了下来，负责测试无线电，看能不能寻求医疗救援。至于其他人，则带上必要装备和队长进山救人。然而救援小队还没走多远，这个叫米奇的新兵便一脚踩空，掉进洞里。幸亏大家眼疾手快，一起把他拉了出来。洞穴深不见底，少说也有100米。米奇虽然逃过一劫，脚却不小心受伤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队长让他先回基地。基地这边，约翰逊一直在寻求外援，可惜毫无进展。拿破仑蹲大号时，一只手突然从马桶里伸了出来。惊吓过度，拿破仑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上，就尖叫着跑出厕所。虽然约翰逊不太相信，但还是顶着浓郁的味道上前查看。不料竟真的有人从里面爬了出来，这下两人都吓得直跳脚。男人浑身祥瑞，大呼救命。不能见死不救，两人把男人放在地上，清理完污垢，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伤口。男人撂下一句他们在这儿，就匆匆领了盒饭。原本这些伤并不致命，但男人在厕所里泡太久，伤口被细菌感染。虽然不清楚男人口中的他们到底是谁，但变态的做法实在让人震惊。拿破仑打算把这一情况向队长汇报，结果发现无线电出现故障，紧接着运送他们过来的卡车莫名着火，枪也不翼而飞。敌暗我明的情况下，拿破仑不想轻举妄动，但约翰逊不想坐以待毙，于是他在没有任何武器防身的情况下，要去山上和营救小队会合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肯定会发生。他刚到山脚，就遭遇畸形人的袭击。听到动静，拿破仑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就在约翰逊要勾带时，一声枪响，击中畸形人肩膀的正是返回基地的米奇。畸形人受伤后，麻溜地钻进一个小洞里。危机解除了吗？并没有。米奇忙着和约翰逊说话，并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个很小的洞口。畸形人一把抓住米奇的脚，拼命往洞里拖。赶来的拿破仑和约翰逊拼尽全力，却无力回天，眼睁睁看着米奇以极度扭曲的姿势被畸形人拖入洞中。
营救小队这边也不顺利，前面是陡峭的崖壁，大家只能顺着绳索爬上去。来到顶部，眼镜哥的尸体赫然出现。如此惨烈的死法让他们意识到附近很可能藏着可怕的杀人魔。调整队形后，一行人继续往前走。然而原本静谧的四周却响起奇怪的声音，队员以为是鸟叫，没有在意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军服行动迅速的畸形人冒了出来。新兵哪里见过什么世面，没等畸形人动手，反倒自己先乱了阵脚。混乱中，猪队友擦枪走火，误杀了队长。约翰逊和拿破仑也在这时和众人会合，没了领头羊，接下来的路就得自己走了。队员们很崩溃，可坏消息还不止这些。得知米奇被畸形人虐杀，所有人都慌了。随后大家抬着队长的尸体准备下山，可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大家拉着绳索让胖哥先带队长下去，不料躲在暗处的畸形人竟剪断绳索，让胖哥活活摔死。显然走这条路是行不通了。之后他们找到一条极为凶险的小道，稍有不慎摔成肉泥。好不容易走到尽头，却发现前方无路可走。此时附近传来细微的声响，循着声音走过去，他们看到了浑身是血的上校，他正是监控安装项目的负责人。从上校口中得知，基地附近的矿井里住着一批畸形食人魔。至于逃生的办法，上校绝望地表示无路可逃。一旦被他们盯上，男的必死无疑，女的会沦为他们繁衍后代的工具。一旦失去利用价值，同样是个死。上校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说完这些便主动领了盒饭。得知真相的几个人彻底懵了，再加上找不到下山的路，无尽的绝望笼罩着每个人。可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他们决定化被动为主动，让黑姐和约翰逊当诱饵，引畸形人现身，其他人则埋伏在附近。果然畸形人上当了，试图从背后袭击两人。见状，其他人集中火力，最后畸形人身中数枪倒在地上。见他半天没有动静，大家才敢上前围观。首战告捷，让他们瞬间燃起了斗志。然而这只是开始，黑姐方便时，殊不知畸形人就躲在石头后面。这哥们已经不能用丑来形容了，角质化的皮肤，密孔患者看了会原地去世。毫无悬念，畸形人不费吹灰之力将黑姐掳走。其他人听到呼救声，一路追到漆黑的矿洞里。毕竟是畸形人的地盘，士兵斯汤普打起了退堂鼓。他说自己擅长攀岩，虽然峭壁那里有风险，但他想搏一搏，万一成功了，他立马带救援人员过来。大家都是平级的，没人能左右斯汤普的想法，只能尊重他的决定。沿着矿洞一直走，大家在一处秘密通道的入口捡到黑姐掉落的手机。小黑打头阵滑了下去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剩下的人紧随而至。没想到通道的尽头竟是峭壁上的洞口，原来畸形人就是躲在这里，偷偷割断了胖哥的绳子。不见黑姐踪影，大家只好离开。与此同时，斯汤普抵达峭壁后，熟练地往下移动，好死不死恰好路过洞口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斯汤普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畸形人砍断左臂，仅靠右手力量支撑不了整个身体。短暂的挣扎后，斯汤普尖叫着摔了下去，一命呜呼。小黑带着活下来的几个人继续摸索，很快来到一处满是积水的地方，大家小心翼翼地趟过去，可意外防不胜防。约翰逊不小心踩中陷阱，连带着拿破仑一起掉到了下一层。两人并无大碍，缓了一会儿便站了起来。这时拿破仑似乎听到什么声音，朝着前方走去，担心有危险，约翰逊赶紧把他叫了回去。其实密孔畸形人正捂着黑姐的嘴巴躲在前面。眼下小黑和士兵壮哥很头秃，黑姐没找到，又有2名队员掉队。两人一合计，决定到下一层看看。陷阱的另一边有一块长木板，只要跳到对面就能顺着木板滑下去。壮哥自信满满，一个箭步跨了过去，结果很尴尬，担心壮哥掉下去，小黑赶紧跳过去把他拉了上去。木板很窄，两人不敢发出动静，慢慢移动到下一层。密孔畸形人将黑姐带回自己的卧室，可能是有恋母情节，畸形人竟然朝着黑姐喊妈妈，这样的好大儿，谁想要谁要吧。黑姐朝他吐口水，畸形人被激怒，打了黑姐一拳，然后饥渴难耐地伸出长舌舔舐着她的脸蛋，之后又来了个法式舌吻。
黑姐抓住机会咬断机器人的舌头，然而她刚跑到门口，就被密孔机器人的父亲大块头拦住去路。好不容易遇到个女人，他怎么会放过？要他给自己生下孩子。接下来的3分钟简直是黑姐的噩梦。约翰逊和拿破仑在过道里捡到斯汤普的头巾，疑惑之时，一条断臂扔了过来，两人这才意识到斯汤普肯定出事了。看见机器人的身影，约翰逊立刻开枪，光线太暗，打光子弹也没能击中目标。紧张的气氛中，躲在暗处的密孔机器人开始了行动。打倒拿破仑后，抱着约翰逊就要跑。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，约翰逊抠爆机器人的眼球，拿破仑趁机搬起石头砸了过来，1下2下，直到机器人彻底死去才停了下来。刚完事儿，又一个机器人闻着血腥味找了过来。因为高度近视，拿破仑和约翰逊近在咫尺，他都看不见。随后两人躲进一个房间，在这里遇到了憨憨机器人，他告诉两人这里很安全。至此，约翰逊和拿破仑暂时脱险。小黑这边，他们也来到了附近，看见密孔机器人的死状，小黑忍不住感叹。近视机器人听到声音胡乱开枪，小黑的肩膀意外受伤，壮哥则反应迅速，成功将机器人杀死。之后，两人终于和拿破仑他们会合。在憨憨的带领下，大家先是来到一个小仓库，堆成小山的私人物品全是受害者的遗物。紧接着来到厨房，刚进门，一股恶臭迎面扑来，这里如同地狱，到处都是残肢，场面惨不忍睹。看到被机器人吃掉一半的米奇，约翰逊吓得瘫软在地。壮哥气不过，要拿憨憨撒气，小黑劝他冷静，可说着说着，嘴角流血倒了下去。原来他被机器人击中了2枪，致命伤在腹部。不想大家担心，他一直强撑到现在。大家围在小黑身边，陪伴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小黑的死让大家陷入悲痛，可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黑姐还生死不明，急需救援。然而小黑的死对壮哥打击太大，他不相信黑姐还活着。如果还留在这里，下场会和厨房里的那些人一样。很快，壮哥找到一箱炸药，二话不说抱着就走，结果不小心触发引爆器，壮哥被炸药轰成了炮灰。拿破仑和约翰逊也被炸懵了，刚回过神就听到黑姐的惨叫。找人途中，他们遇到了军服机器人，这次约翰逊和拿破仑配合默契，快准狠地干掉了敌人。没走多久，两人终于找到黑姐，大块头把她绑在床上，为再次播种后代做着准备。硬拼肯定不行，约翰逊灵机一动，利用黑姐的手机成功把大块头引出房间。趁他不在，两人迅速到房间里拯救黑姐，可惜动作还是太慢。大块头发现自己被骗，怒气冲冲地杀了回来。一场硬战避无可避，黑姐首当其冲，被大块头拎起来，一次又一次撞击着地面。约翰逊射出最后一颗子弹，结果只是擦伤大块头的头皮。下一秒，约翰逊被大块头掐着脖子举高高，眼看就要断气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拿破仑从背后偷袭，用铁棍刺穿了大块头的胸腔。原本3人能迅速离开，可黑姐为了发泄愤怒，踹了大块头好几脚，结果惹祸上身。大块头并没有死透，他一手抓住黑姐的脚，一手去拿刀。在大块头即将得手的最后一秒，拿破仑将铁锹刺进大块头的手臂。黑姐不甘示弱，拿起铁锤狠狠砸向大块头的下体。一波猛烈操作之后，大块头终于死得透透的。坚持下来的3个人互相搀扶着离开了魔窟。然而机器人的故事并未结束。对于此次事件中士兵的死亡，军方对外隐瞒了真相，声称他们是因为擅离职守才下落不明的。至于核试验基地出现的机器人，他们更是只字未提。故事最后，红外监控设备探测到了幸存3人组的影像。突然，一只手愤怒地将电脑合上，似乎整起事件并非意外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实验。故事到此结束。续集虽然将杀戮对象从普通的平民转移到一群新兵身上，但故事本身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，唯一再现的也只有血腥屠戮。友情提示：电影很重口，最好别在吃饭的时候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